世界上每年有700万人死于心脏病发作，而心血管疾病能够导致心脏病发作和其他问题，比如中风，使其成为了世界第1大杀手。是什么导致了心脏病发作呢？像所有的肌肉一样，心脏也需要氧气，但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，它就会缺氧，脂肪堆积或者斑块会出现在我们的冠状动脉壁上，这些是供应含氧血液到心脏的血管。这些斑块会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，有时候变大、变硬或者发炎，最终斑块会变成堵塞物。如果有一个斑块断裂或者破损，在其附近便会立即形成一个血块，本来部分堵塞的动脉就会完全堵塞，心肌的血液供应就会被切断，在随后的几分钟之内，缺氧的细胞就会开始死亡。这就是心肌梗塞或者心脏病发作。在得不到治疗的情况下，病情就会迅速恶化。病发的心脏不能再供血，心跳可能失去节奏。最糟糕的情况是，心脏病发作可以导致猝死。那么，怎样才能知道一个人是否心脏病发作了？最常见的症状是心肌缺氧导致的胸口痛，患者将其形容为牢牢的压迫感。它可以蔓延到左臂、下颚、背部或者腹部。但心脏病发作并不一定像电影中那么夸张，一些人只是感到恶心或呼吸急促，女性和年长者的症状或许更不明显，他们也许只会感到无力和疲倦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在一些人群中，特别是糖尿病患者，由于疼痛神经受到影响，心脏病发作时也许并不易察觉。如果你觉得某人心脏病正在发作，最重要的是迅速应对。如果有机会获得紧急医疗服务，就迅速联系他们，这是就医的最快途径。阿司匹林可稀释血液，硝酸甘油则能扩张动脉，服用这些都可以缓解心脏病发作。在急救室，医生可以诊断心脏病，通常用心电图来测量心电活动，而验血可以测量心肌损伤。然后患者会使用先进的心脏医疗设备来定位心血管堵塞的位置。心内科医生可以用血管成形术，使用充气气球扩张来扩张阻塞的动脉。医生通常还会植入金属或聚合物支架，这能使心脏动脉保持扩张。严重血管堵塞则需要进行心脏搭桥手术。手术利用其他部位的动脉或静脉来改变血液流通路径。这些手术恢复了心肌的循环，恢复了心脏功能。心脏病治疗在进步，但预防是关键。基因遗传和生活方式都会影响患病风险。好消息是，你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降低风险。锻炼、健康饮食、控制体重都可以降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。无论你以前是否患过心脏病，医生建议1周进行多次锻炼，包括有氧活动和力量训练。健康饮食包括低糖和低饱和脂肪，这些都与心脏病发作有关。那你应该吃些什么呢？多吃蔬菜纤维、鸡肉和鱼肉来取代红肉，全谷物和坚果，如核桃和杏仁，这些都是有益的。健康的饮食和锻炼可以令你保持健康的体重，能够降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。当然，药物也可以防止心脏病发作。比如，医生通常会开低剂量的阿司匹林给已经有过心脏病发作的人，或那些高风险群体。还有能够减低其他风险因素，比如高血压、胆固醇和糖尿病的药物，也能降低心脏病的发作几率。心脏病发作也许很常见，但并非不可避免。健康饮食、不抽烟、健身锻炼、睡眠充足、开怀大笑，都可以让你的心脏这块人体最重要的肌肉保持健康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不断学习新事物。在此，您能够找到各种话题的动画，从健康习惯到如何提高批判性思维，世界各地的神秘传说。敬请继续关注，永葆探索热情。